求订阅。老爷，少爷，咱们集团的奢华黑猪肉已经流入全球各大连锁商城，这是其一。还有这个月财务部的扁钞机因为赚的钱太多，都损坏10台了。公司正常盈利罢了。今天我最高兴的是我儿子上门提亲的事。燕洵呐，这些个全是爸安排人从南非空运来的大钻石和纯手工打造的99K 纯金首饰，你全部拿去当彩礼。我北城第一世家首富的儿子可不能丢了这牌面。爸，您费心了。不过淼淼不是虚荣之人，我假装普通人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。我相信你的眼光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，在北城最奢华的帝豪酒店备好宴席，就等着你这个男主角自由发挥了。在这个宴会上，我会公布我富豪之子的身份，让淼淼成为全城最尊贵的女人。好，既然你有这个心愿，爸一定帮你完成。把世界银行行长叫来北城，通知4大护卫集结待命。既然你认定李淼淼为夫人，那么把这张代表着我们冷家的至尊黑卡一起带给她，以后她就是我北城首富冷婷的儿媳妇了。谢谢爸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处理，稍后我去宴会找你。爸，这破表我都快戴烂了，那冷家到底还有没有好东西了呀？这块表啊，可是我看少爷不要了，我费了好大劲儿啊，才偷出来的，这哪能天天有啊？哦，对了，你正好来了，赶紧替我去帝爵酒店，把这个至尊黑卡交给少爷。你可记住了啊，在你见少爷之前，可千万别把这表露出来啊，别让他看见啊。知道。哎呀，这首富家办的宴会就是奢华，咱们家以前呀哪见过这阵势啊！今天呀，你可得好好表现表现，万一被那个富豪给看上了，咱们家就可以借此呀攀上高枝，挤上上流社会了。哎呀妈，我现在有男朋友，男朋友就是你经常说的那个穷小子。燕洵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淼淼，我来给你一个惊喜。有什么事以后再说，今天这个宴会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，你别一会儿被别人给赶出去了啊！回去。淼淼，这就是你说的男朋友？伯母你好，我是淼淼的男朋友冷燕洵。看你这一身穿的连个品牌标签都没有，这一看就是地摊货。地摊货？我这衣服可是顶尖设计师私人定制。再说了，有品牌标签的衣服还不配穿在我身上，掉价。哎呦妈！燕洵他是买不起什么奢侈品，但好在平常他都把钱花在我身上了。今天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少说几句。怕什么？咱们李家好歹也是3流世家，还缺他那点钱吗？我听淼淼之前跟我说，你们家是做生意的。对，我们家是卖猪肉的。那不就是杀猪的吗？哎呦，你看你挑的什么男人呢？这没有钱也就算了，还干了这么最上不了台面的活，这说出去呀都嫌丢人。杀猪的很丢人吗？我家掌握的可是全球进口猪肉的产业链，只要我家一个不乐意，能让你们所有人都吃不上肉。我告诉你，杀猪的，娶我女儿可是有条件的，市区的3室1厅的房子，你有吗？3室1厅啊？那倒没有。我家住的可都是1000平的4合院，几室几厅我还真没数过。什么？你连3室1厅都没有？你想让我女儿跟着你挤破房子啊？我听淼淼说，你上次买的新车是奔驰还是宝马呀？都不是，我家最便宜的都是玛莎拉蒂，奔驰、宝马我都瞧不上一眼。我们家淼淼的屁股呀可娇贵着呢，只坐得惯宝马和奔驰。那要不我现在买一辆去？得了吧，你说的就好像你买得起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杀猪的做我女婿的。伯母，不是的，我真的买得起。行了，燕洵，今天什么场合呀？还敢在这说大话？还有，我们李家的女儿必须风风光光的嫁出去，这彩礼至少要准备500万。你们家不过是个杀猪的，拿得出来吗？不过500万，
淼淼，你等我回去准备一下。我说够了，冷夜雪，你没看到我妈现在已经很不满意了吗？你一个劲儿的在这儿吹牛，有意思吗？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满足不了淼淼，就赶紧给我滚！别在这儿自取其辱。淼淼，这不是懂方懂少吗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可是北城第一世家首富管家的儿子，像他这样身份高贵的人才能配得上我女儿。原来他就是管家董叔口中整天无所事事的儿子。董少，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，要不是你给我们送来了邀请函，今天我们家也参加不了这样的宴会。邀请函？我怎么不知道我给他们送过邀请函了？哎，管他呢，只要淼淼开心就好。这阿姨一通电话呀，他就把那个邀请函搞到手了。这孩子呀，真是太有心了。淼淼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谢谢董少吧，人家这么多年追你呀，妈都看到眼里了。谢谢董少。阿姨，您交代我的事儿啊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得给您办成，不是？谁让您是淼淼妈呢？我对淼淼的心思呀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你这个人还真是厚颜无耻！这个邀请函明明是我送来的。冷艳雪，你装逼装够了没有？你算什么东西呀？邀请函，你这种人也配拿到？阿姨，别跟他这种人生气，气坏身子呀，不值当。还是我们董少懂事，不像某些人，除了杀猪一无是处。妈，叶璇是比不上董方，但你也没必要当着他的面说吧，挺伤人自尊的。我就是想让他认清与董方的差距，他对你来说呀，就是个累赘，根本帮不上你。就是呀，这个男人呀，一看就是个小白脸儿，日后呀没什么出息的。你倒不如呀甩了他，跟着我算了啊！妈是过来人，还能害你不成？你跟着这个杀猪的，以后有的是你哭的时候。我说你男朋友怎么能进这么高端的场所呢？原来是家里的猪肉摊倒闭了，来这儿应聘杀猪的吧？肯定是这样，要不然帝豪怎么会放他这个下等人进来？看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儿可是北城第一世家冷家旗下的帝豪饭店，这里啊不卖猪肉，只卖顶级牛排。好好听听，这可是你这个杀猪的这辈子都触及不到的。东方，你这么了解帝豪，不会是经常来吧？阿姨，也就一周来个3、2次吧。这里的菜啊，闭着眼都知道有哪些。帝豪饭店的招牌就是充实黑猪肉，你这种不懂装懂的人见多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5星级饭店的招牌菜怎么可能是猪肉？他们用的是艾比利亚岛上的野生黑猪肉。不仅肉质鲜美，而且很稀有，所以一盘都要10万，而且只有在帝豪消费9000万以上的钻石会员才能享用。叶璇，你都没来过这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别拿着在论坛杂志上看到的小道消息就在装逼啦！菜单封面就是这道菜，你不是常来吗？这个都不知道？啊，这招牌菜还真是什么黑猪？董方，怎么回事？阿姨，我最近呀忙着海外的大项目，有段时间没来了。没想到这帝豪连招牌菜都给换了。帝豪自开业以来就是以黑猪肉远近闻名的，哪来更换招牌一说？我看你从来没来过吧？放屁！老子来帝豪就跟来自己家厨房一样。我会不知道帝豪招牌菜是什么？就是呀，我们董方业务繁忙，不像你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。老子分分钟上下就是500万，个杀猪的跟我有什么可比性？让你拿个500万当彩礼，到现在连根毛都没见着，你这杀一辈子的猪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吧？我劝你呀，还是识相点儿，赶紧离开我女儿，看着你都觉着晦气。小子，你一个杀猪的是给不了淼淼幸福的。500万我会给，不过是给淼淼，伯母您啊不配。你就少在这装阔少吧，人穷也就算了，我看你这人品也不行。雷雪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妈不过向你要500万，你就这个态度，你到底还想不想跟我结婚了？是你妈妈讲话太过分了。我妈她本来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更何况她这样做，不就是为我好，想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？如果你真的想跟我有以后，你现在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。区区500万对我来说就是零花钱，我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。你最好说的是真的。哼，你这大礼也太小了吧，这放到裤兜里都找不到啊！哥们儿，找不到别找了，你努力找补的样子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拿不出500万，也不用这么拙劣的借口吧？
陆彦勋，你耍我是不是？陆彦勋，你耍我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的傻女儿，真如他所说的，随随便便能拿出那么多钱，他还会在这儿磨磨蹭蹭的不肯给？你就是被这个甜言蜜语的男人给哄骗了。就是呀，苗苗，你不会真觉得一个有钱人会去杀猪吧？我劝你啊，早点滚，别妄想高攀上我们李家。要说起高攀，也是你们李家。他妈谁呀？少在这儿多管闲事儿！我是冷彦勋的父亲，我来就是想看看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对我儿子挑三拣四。我说从哪儿飘来一股猪腥味儿啊？原来是你爸来了呀！果然是龙生龙，凤生凤。你们家这一辈子呀，就活该是个杀猪的。怎么戳到你们痛处了？我劝你嘴巴放干净，小心引火上身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这么和我说话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只知道，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儿子跟李淼淼的婚事，我会让你全家吃不了兜着走。冷彦勋，你爸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威胁我家，什么意思？说起来，也是你妈挑事在先吧？冷彦勋，刚才说起500万彩礼的事儿，你是一声不吭，现在护起你爸来，态度倒是这么强硬。阿姨，您犯不着跟他们俩生气，这两个小杂碎呀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500万彩礼，我替他出。哎，你现在就算是给我500万，我还不稀罕了。我女儿那可是天之娇女，是要嫁入富贵人家享福的，可不是嫁到你们家跟着你们杀猪的。你这个母亲怎么能不顾及自己女儿的想法，随意掌控她的婚姻大事？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母亲说的有道理。冷彦勋，你就是一个永远都出不了头的臭杀猪的，让你出个彩礼都推三阻四的。我当初怎么会眼下才看得上你呀？淼淼，你这是……我要嫁，就要嫁给董芳这种有钱有势能帮助我家的人。我宁愿坐在他的宝马上喝，也不愿坐在你的自行车上笑了。淼淼，你在说气话对不对？我其实……够了，冷彦勋，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就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。要不是你当初肯给我花点钱，你以为我真看得上你呀？每天闻着你身上的猪腥味儿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李淼淼，你竟然为了一个管家的儿子这样说我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。看来我的女儿终于醒悟了。我们李家再怎么说也是房产大户，可不是某些那种社会底层的人能高攀得起的。你这种趋炎附势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做我儿子的夫人。啊呸！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是比我们李家有钱还是有势啊？竟敢口出狂言！那如果我既比你有钱，又比你有势呢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就杀猪赚点钱，就敢目中无人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们在北城消失？且不说你一个电话能不能让我在北城消失，我倒是可以一个电话让你们李家沦落地狱。冷彦勋，能不能让你爸别搞笑了？我倒真想看看他是怎么一通电话让我们家坠入地狱的。怎么想试试？好啊，我们可等着呢啊！今天你们要是不能让我们李家沦落地狱，那我就让你们父子俩今天把命交代在这儿。3分钟，我要让李氏破产，旗下房产全部崩盘。陆彦勋，你爸这演技，奥斯卡不给他颁个奖，我说不过去啊。3分钟是吧？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们李家破产。来结果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爸打电话说咱们家破产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说过了，会让你们李家尝尝下地狱的滋味。这一定是巧合。你们一个杀猪的，哪有这样的实力？妈，你赶快想想，最近咱家是不是惹上什么人了？对了，伯伯，你不是北城第一世家首富管家的儿子吗？首富一定很器重你爸，这样你让你爸打电话救救我们家吧。阿姨您放心，这种小事我爸一定能解决。
阿姨就知道你懂事。一个管家的儿子，口气这么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北城的皇帝呢。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！我爸可是北城第一首富的得力助手，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爸算什么东西？在我面前还不是得点头哈腰的叫声少爷？我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告诉你们现在给我跪下来还来得及，说不定小爷我一高兴放我一马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区一个管家什么时候权力这么大了？到时候不知道是谁吓得屁滚尿流，扒着我的腿跪地求饶呢。我现在就让我爸来收拾你！你信不信你爹单单听听我的声音，就能立刻臣服于我？老头，少在这吹牛了，等会儿就是你的死期。喂，爸，这儿有个人非要给你打电话，说你不过就是个管家，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你把电话给他，让我看看何人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。老头，等死吧！怎么，董源连我都不认得了？听说你很狂啊，明天是不是都起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？这都是误会呀，老爷！你给我8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呐。给你10分钟，给我立刻滚过来！东方，你不是说你爸是首富的管家吗？他怎么会管一个杀猪的韩老爷啊？我打错电话了。打没打错电话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可辩？我看你呀，你连个杀猪的都不如。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骗子！苗苗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看来以后咱俩朋友都没得做了。本来我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的，奈何实力太强，现在隐藏不住了。其实我不是管家的儿子，我就是北城第一首富之子。没有你这个撒谎成性、没出息的儿子。你一会儿是管家的儿子，一会儿又是首富的儿子，你在这演七神二变呢？想必这张大家都见过。这就是象征北城第一世家首富身份的至尊黑卡，全球仅此一张。见此卡，如同见到首富本人呐！还有他手腕上的这只表，那可是顶级钟表大师赠送首富儿子的18岁礼物，当时可是轰动全北城啊！董少，原来你是首富的儿子啊！哎呀，苗苗，你眼光真好啊，真是给我找了个好女婿呀！那这以后你岂不是全北城第一世家的太太啦？董少，你有这个身份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早知道我当初呀就不跟冷艳轩那个废物在一起了。唉，我爸呀一直教育我要低调，所以啊我才暂且收敛锋芒。今天要不是为了你跟伯母呀，我也不会轻易暴露身份。我见董方的第一眼呀，我就觉得他不简单，贵气逼人。看来我的直觉呀真的是没错。真正的富豪之子在这儿，你不知道珍惜，去巴结一个管家的儿子。李淼淼，你脑袋不太清醒。冷艳璇，你才应该去脑科看看，富豪之子你都敢顶撞，小心董方让你死无全尸。我看是你嫉妒我抛弃你之后，找了一个比你好上1000倍万倍的男人吧？哎呀，我懂，可是男人嘛，这自尊心哪有权势重要的？你少在这儿吃葡萄不吐说不吐酸。我告诉你，只有我能给苗苗幸福，你就应该一辈子烂在你的猪肉摊里。告诉你，没有我儿子想要不到的东西。除非他不想要。李淼淼这种拜金的女人啊，配不上我。只不过是被我搞过的破鞋，送给你也无所谓。只不过你手上那只表，该还给我了吧？这只表啊，是我18岁那年戴了几天就腻了，但是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拿走，这算是盗窃，还是你喜欢跟在我后面捡我用过的垃圾？陈元旭，你阴阳怪气骂谁呢？我可没指名道姓啊，你别上赶着对号入座呀。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，看这表坏了你还怎么跟我抢？这表价值上亿，你爸那点工资赔得起吗？这本来就是董方的东西，何来赔一说呀？就是。赶紧老爷和少爷手下前来认罪，呀该死啊！你儿子摔坏了少爷上亿的手柄，你给我解决一下，然后立马滚出冷家。上亿，老爷，我一个做下人的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死债奉偿，你不是很富吗？这点钱老说不算什么吧？
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一群杀猪的家规！这个孽子，他们可是我伺候了几十年的大老爷和大少爷呀！什么？原来你们真的是首富和儿子啊！我和我爸担不起你这一声少爷和老爷。少爷，是我教子无方，冲撞了你和老爷。你们大人大量，看来我在冷家勤勤恳恳这么多年，放我们一马吧。好，但在你对冷家还算忠诚的份上，就饶你这一回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天就收拾东西离开冷家吧。我立马就滚，以后再也不见你和老爷了。走。等等，我可没打算放过你儿子。什么意思？你摔坏了我的手表，又不想赔偿，我冷艳寻可不是做慈善的。少爷，你不是说不计较了吗？我冷艳寻睚眦必报，钱我可以不要，毕竟我们冷家最缺的就是钱。给我磕3个响头，让他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冷艳寻，你别屈人身！欺负你又怎么样？你不过是我冷家一条狗生下的狗崽子，我不教训教训你，都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了是吧？告诉你，我会给你见鬼的。行啊，那就让管家替他儿子把账结了吧。老爷，你别生气，他有毛病，我好好教训他。你下跪，不跪也得给我跪。知不知道当年那个得罪少爷的人现在在哪儿？告诉你，他已经被扔喂了鳄鱼了，他的骨头都没有了。磕头没响声啊！你是没吃饭还是不愿意呢？使劲！我操！我使劲！我跪！带着你儿子赶紧滚得越远越好，今后不得踏进北城半步。这下你可满意了吧？啊！给我记住，这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，没有命在这活着求饶！滚！燕寻，原来你真的是首富儿子啊！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原本以为你不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现在看来看错了。燕寻，当时都是我气急了，我才口不择言的。这样吧，咱们俩重归于好，然后继续过我们的日子。我知道，你不会这么快放下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冷艳寻最讨厌趋炎附势的女人。这个晚宴本想让你成为北城最尊贵的，可现在看来你不配。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就恶心。最好带着你妈快滚，不然到时候被我扔出去，没脸见人了。一个女人嘛，我冷婷的儿子不会缺女。现在身份不用隐藏了，你去商场随便挑挑，是时候换回我冷家大少的行头了。爸，你说的对，一个女人不值得费心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冷婷的儿子。哎，对了，后天龙头局有一场拍卖会，你去帮我把15号藏品拿下，记住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放心吧，在北城没有人敢跟我们冷家抢夺，势在必得。哎，对了，你成年的时候我送你的那一块能够调动北城一切势力的玄雀令牌，记住拍卖会那天一定要带上。拍卖会现场鱼龙混杂，说不准能派上用场。知道了，爸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的，好。你吩咐下去，将北城的所有商城收购，一并转入少爷名下。淼淼，我们得罪了首富一家，这下在北城还怎么活呀？哎呦妈，你放心吧，他冷艳寻一个杀猪的，怎么可能是首富之子呢？更何况呀，我跟他谈恋爱这么多年，他连个香奈儿的包都没给我买过。那刚刚的事，咱们可是亲眼所见呀！说不定呢，是他出不起彩礼，又不想丢了面子，随便请2个演员来陪他演戏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
可我李家破产一事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嘛，我有个同学是商会会长的儿子，叫黎博元，他以前追过我，而且他跟冷艳寻有过节，我去找他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妈的，冷艳寻，你不过就是个臭白猪子，赚了点破钱就在我面前嘚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李寿，没看见我在发火吗？有话讲，没话滚！会长有令，让您去龙头局的拍卖会，且务必要把15号等级竞拍。我爸这么做要干什么？会长听说北城第一世家的首富老爷很喜欢15号藏品，就想让您拍下藏品献给首富。首富高兴了，那少爷晋升北城总督的事也就稳了。告诉父亲，15号藏品我势在必得。是。冷艳勋，等老子当上总督，一定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，永远也爬不起来。呀！我说怎么一股腥味儿？原来是你这个屠夫在这儿。黎博元，你别胡说八道，燕洵身上根本就没有味道，我看是你鼻子有问题。哟，这几天不见就护上这个野男人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纯情小白花呢，其实背地里早跟冷艳寻勾搭上了吧？我和燕洵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你爬上他的床，不就是因为他杀猪赚了点钱吗？干出这种龌龊的事儿，还不让人说了？黎博元，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哎，白皙，你说我让你伺候我，你怎么这么不愿意？还是说他冷艳寻在床上的功夫比我厉害，搞得让你更爽一点呀？白皙，跟这种人讲话自降身份，不用理会他。你黎博元就是一个跳梁小丑。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地位？这龙头局岂是你们这些杂碎想进就进的？你什么意思？冷艳寻，你那点破钱，在外面装装面子也就算了，在龙头局，就算你再有钱，没有权，照样进不来的。燕洵，这可怎么办？不急，让他再装一会儿。哎，看见这张邀请函，就是我们北层上层的身份单，也就是你们这种下等人士和我们上流阶层的差距，懂吗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这儿没有邀请函，根本进不来的。可是爸爸的镯子怎么办？白皙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做我的女人。他冷艳寻没钱没势，根本就拿不到龙头局的邀请函，他就是在骗你。你别做梦了，就算是拿不到镯子，我也不会委身于你的。可真是不知好歹。行，来人啊，把这2个没有邀请函的家伙轰出去！走，别碰我们！慢着，我的确没有和你一样的邀请函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商会会长的儿子，能跟你一样？可我的邀请函比你尊贵多了。这可是龙头区的贵宾邀请函，拥有此物可以在龙头区随意寄出，拍卖会坐在的可是最尊贵的位置。什么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龙头局什么手里有这种东西了？我不会看错，龙头局仅此一张，只有我们这种受过培训的内部人员才知道。你不认识，我不怪你，毕竟在北城认识他的人不多，你家也没资格。先生，是我怠慢了，您请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差距。李寻，我们走着瞧。哎，先生，这里是红金贵宾的专属座位，请您后排。某人怎么连位置都能搞错呀？听见了没？这里不是你坐的地方。等会儿，我看等一会儿你拿不到你爸的手镯的时候，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好的，各位，现在竞拍开始。今天的第1号物品玉石手镯1枚，由于来源不详，起拍价2万元。也许这个就是我家祖传的玉镯。10万，15万。李博远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见不得你们好。白皙，我告诉你，这颗镯子我今天是要定你50万。叶璇，
这个玉镯根本不值这个价的。他不是要抢吗？我们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实力。 80万1000万，他是不是疯了？这镯子竟然花1000万！哼，他出得起吗？这位先生，你确定出价1000万吗？当然，我没时间跟某人玩抬价游戏。李博元，还要加吗？不行，钱得留着买15号藏品。哼，一个破镯子罢了，你想要就送我，我可不稀罕。我看你是比不过燕洵吧？白皙，当好你的花瓶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那就恭喜这位先生。燕洵，这个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没关系，区区1000万，不过是我小时候1个礼拜的零花钱吧。啊？你还喜欢什么？我一块买了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本次的第15号藏品。我相信大家也早就听说过了，这个藏品可来头不小啊！就连本城的第一世家首富老爷也想得到。接下来第15号藏品无名字画，它的起拍价是2000万。话让我们进。冷月雪，我告诉你，这幅字画你想都别想，本少今天一定要收囊中。你刚刚也是这样说的。你确定你这么想要这幅字画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今天全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奔着他而来，谁都想把他拍下献给首富，在他那分一杯羹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不跟你啰嗦，2500万，4000万。冷夜雪，你成绩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我看你有兴趣，我也来了兴趣。谁出价高谁得，这不是规矩吗？4500万，6000万，6100万，怎么到这儿就不行了？你看，6100万一次，6100万2次，6100万3次。恭喜这位先生获得本次15号藏品，请这边付款。先生，这张卡里只有5000万，还差1100万呀，还是不够呀。好，黎少可是下血本啊！为了给首富献这幅字画，花点牺牲那必然的。我知道这次你输了，心里难免会不舒服。不过没关系，谁让我比你有实力呢？我可没有不舒服啊，反倒我还得谢谢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谢谢你这么认同我呀！哈啊，你的意思是这幅字画是你的作品？你可别开玩笑，我看你就是被气昏了头，胡言乱语了吧？你看看上面的署名，不就知道了。这幅画真的是燕洵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我12岁参加书法大赛的作品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，把卡刷爆都要得。冷夜雪，你耍老子是不是？哎，是你非要不可，又说自己有钱，稍微抬点价，个商会会长会差这点钱。你好了，林少，回家好好欣赏吧。我们走。冷夜许，你不得好死！督主，是我找你借点人，解决一下私人恩怨。燕洵，多亏有你，镯子才重新回到我手里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，我这就去把黎博元解决了，永除后患。算了，看在他曾经帮过我的份上，我们就不要再跟他计较了。他帮过你？之前我的镯子被歹人抢过，然后我就被打晕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就拿着镯子站在我面前。那时候啊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除恶扬善的正直之人，真没想到现在竟然变成了这样。抢你镯子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发生在高三学校后门？没错。你怎么知道？帮你抢回镯子的人是……李少，你要的人现在给你带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
把白皙放了。也许你没事了，也许。担心他，不如看看你自己的处境。落水狗一个，真卑鄙，竟担心趁人之危的下作事。你现在在我的手，别逞能了。想干什么？我想干，你冷艳寻处处与我作对，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。这个人最看不惯用权势欺压无辜的人。那还巧，我这个人平时没什么爱，就喜欢拿着钱、拿着势力去刁难别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别人恨我，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，我心里可爽翻了。我警告你，把我和白皙放了，不然我让你后悔莫及。还在这儿给我摆臭架子。行，放了你们可以，你从我的胯下爬过去，我就考虑考虑。那什么东西？你还让我受胯下之辱？不同意是？那行啊，那就让白皙来承受我的怒。要干什么？你们哥俩今天替我做事儿，辛苦了啊！这个女人就留给你们一起了。真的吗？谢谢黎少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哪一个女人开刀，还算男人吗？我就是要看着白月光被个男人轮着上，然后让你悔恨一辈子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冲我来！跪下，从我下面爬过去，我就让人把他给放了。我看看，我这个两个哥们儿都饿一天了。你要是再不做决定，你的白月光的清白可就不保喽。行，我钻，让你手下离他远点儿。我绑着，我怎么动啊？给我松开！我告诉你的，在我的眼皮子下，最好别说话。给他松绑。是。你们两个废物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上！谁给你的胆子偷袭我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！我可是商会会长的儿子。商会会长算什么东西？我今天就让你去会会阎王！路上有令，前来援助黎少。还是你们靠谱。冷艳雪，这些可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过的北城督军，这下我看你该怎么蹦跶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李博宇，你卑鄙无耻！骂，继续骂，你越骂我越兴奋。你对我和叶雪的所作所为，让你在我这曾经保护过我的绿箭破灭的一干二净。真没想到你现在竟然变成了这种样子。既然我当初救过你，就应该主动献身给，不是报答我的恩情吗？噩梦！我就算是了断生命，也不会为谁于你的。李博远，当年帮他找回镯子、赶走歹徒的人是我。真的是你吗？叶雪，叶雪，是你又怎么样？白皙现在不照样在我的手里？我这个人越得不到的东西，就越想得到。也不知道我们白大校花在我床上是如何的滋味啊！手从他脸上放开！我老实儿，这是不可能做你的女人呢！你做梦去吧你！那我还非要让冷夜寻亲眼看我们白大校花在我身下扭动的样子。你无耻！白皙，考虑清楚，是你自己脱，还是我让人把他打残扔到楼下喂狗呢？不要打他！冷夜雪，你还敢反抗？这些可都是无人可敌的督军，他们背后的人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就算北城东主来了，也不会给我提鞋的。有人诋毁你们督军，还不快点将他制服！你敢藐视我们督军的存在，我要你的命！今天我要是白皙有半点闪失，明天督局就会被夷为平地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冷艳雪，这牛皮吹吹就算了，可别吹爆了。北城督军那可是出了名的残暴，他们要是发起火来，可没有人能拦得住。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，就不要再跟他们硬碰硬了。他们想要我的身体，我给就是了。我不愿再看到你因为我受伤。说什么呢？你相信我，他们不肯动。那就让兄弟们给他长长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人能动，什么人惹不起。
玄雀令牌，这不是能调动北城所有势力的玄圣令牌吗？怎么可能会在这里？见此令牌，还不速速下跪！不知你是朱雀令牌的持有者，请阁下复罪。阿能，这一定是你在那偷来的，这个东西你也敢碰？冷夜雪，你不想活了！林少，在玄雀令牌面前，不得放肆！我可是你们未来的少督主，你敢命令我？你他妈太大胆了吧！我们只是按规矩办事，谁敢对令牌不敬，就只有死。那我今天非破了这规矩不可！督军听令，将此人拿下。是。林少，我们非亲非故的，干嘛行此大礼啊？冷夜雪，我要杀了你！杀我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别以为你拿了一块仿制的令牌就可以当成北城的人上人了。告诉你，这个事要让我爸知道了，你敢这么对我，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。这区区的商会会长，我冷艳勋还不放在眼里。你就别嘴硬了，别到时候吓尿了裤子，跪在地上求我。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的实力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北城谁说了算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撤销现任商会会长，铲除黎家在北城的所有势力，让黎家破产。冷夜雪，你别以为你拿了个电话，说了几句话，我的家就破产了。做你个青年白日梦去吧！1分钟，什么意思啊？让他切。喂，爸，你个逆子，在外面招惹了什么人？你爸努力爬上了商会会长的位置，说没就没了。爸，我也搞错了吧？我们家的一切资产全被冻结了，你说有没有弄错？我真是上辈子造了多大的孽，才会有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好自为之吧。冷雪，你到底对我家做了什么？我刚刚跟你说过了，跟我冷艳勋作对的都没有好事。冷雪，你不能好死！看来惩罚的还是不够重，给我继续打，不再嘴硬为止。冷夜雪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爸，燕雪，那一群人没有伤到你吧？没有。走。真是太荒唐，竟然欺负到我冷婷儿子头上来了。我看李家呀是不想在北城过。爸，燕雪，你回来了，那群人没伤着你吧？没有。快坐，儿子。真是荒唐，竟然欺负到我冷婷儿子头上来了。我看他黎家是不想在北城混了。那些人已经一一被我铲除了，让他们以后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以我看呐，应该把他一家人全扔进大海喂鲨鱼。对了，爸，您让我拍下我自己的字画做什么？哎呀，还不是龙头局的竞拍行长，他看上你的那个作品以后，以为是艺术品，非要拿走竞拍。我也喜欢那幅画，所以就让你拍回来了。哎，那字画呢？被别人拍走了。没事，爸，我再画一幅送给您。行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顺道啊，给蜂王也写一对庆寿题词。蜂王？哎呀，就是把以前的手下，你小时候啊，他还抱过你呢。他明天举办寿宴，你这样，你替爸呢先过去打个招呼，随后呢我过去跟你会合。哎，对了，你把这个我给他准备的礼物一块带过去。这个是我们冷家旗下1000个手工匠人花999天打造的双龙翡翠玉杯，正是此物。明天寿宴在帝爵酒店举办，你按时过去，可别迟到了。知道了，爸。父王，冷家老爷派人通知您，他有事来不了了，但是会让少爷先来参加您的寿宴。冷爷有事儿不能来，确实遗憾。不过少爷赏脸前来，也是老夫的荣幸啊。还有一事，外面离博元求见。哦，博元来了，还不快引进来？是。父王，博元，你的脸怎么？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呀！有话你就说，我看何人这么大胆来和我蜂王的忘年之交？我这一身伤都是一个叫冷艳学的人所伤啊！冷艳虚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过，他就是个臭卖书的，可能在不知道情况下也冲撞过你。你堂堂一个商会会长的儿子，怎么会被一个杀猪的搞成这副模样？他拿了一块造假的玄学令牌，让北侧督军重伤我。岂有此理！这玄阙令牌是我北城第一世家首富儿子所有，他竟然敢拿着粗制滥造的仿制品招摇过市。就是，父皇，看来他根本就不把首富一家还有您放在眼里啊！你放心，
我铁定会好好教育教育他，好让他知道这北城的主人到底是谁。多谢蜂王。他人现在身在何处？蜂王，这冷夜雪的名字怎么出现在您的收验名单里啊？我还没找到他，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他有什么资格参加您的寿宴呢？估计啊，是被哪个富婆包养，想在我面前呀刷刷存在感，上位。这种男的呀，我见得多了，看我好收拾他。再说，你不是喜欢地爵的黑松露冰淇淋吗？我已经叫人给你去做。叶璇，你真好。这个是我送给蜂王的礼物，拿好。好，先生，你们请。打开，给我调教。李少，这恐怕有些不妥。不想死的话，就不要让我再手。第二，冷艳寻这家伙知道在哪寻的这宝，不过可惜了，现在归本少了。照我说的去做。这件事如果办不好，小心得到逮。是。蜂王，我叫柳彦寻，是我父亲让我来的。这地爵酒店怎么还有苍蝇嗡嗡嗡的叫，挺得人心烦。哟，这不是被不知道哪家富婆包养的小白脸？你这么正大光明的带着情妇出来，就不怕被富婆甩了？叶璇才不是什么被包养的小白脸。我的宴会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，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和我搭得上话。我劝你还是赶紧自己滚。这就是你蜂王的待客之道吗？那我让你看看我蜂王是如何待客的。来人，赐座。冷夜雪，蜂王的座椅价值10万，可坐不起。你和白皙的座位在那儿。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看不出来吗？你不请自来，算不得我蜂王的贵，只配坐在门口替我安门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这种身份，当蜂王的哈巴狗都算便宜。李博元，看来上次教训的不够，你还敢提？怎么，在我北城4大护卫之首蜂王的面前还敢轻举妄动？年轻人，看你非要吃点葡萄才肯罢休。我看你是阿谀奉承的话听多了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吧？放肆区区一个杀猪的，胆敢在我蜂王面前叫嚣！蜂王，被这气坏身得不偿失。你消消气，这样让我们大家伙先看一下都给您送了些什么礼物。哎，站住！冷夜雪，该不会是没给蜂王大人送礼物，准备要逃走吧？他不配拥有我们冷家上亿的身份。张口就是上亿，那好啊，我就是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奇世珍宝。他好大的胆子，这是在卖花王邮票吗？简直是在胡说八呀！我看他是不要命了。冷夜雪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上亿的礼物？你什么意思？是在嘲讽我？这不是我送来的礼物，李博元，你把我礼物藏哪了？还在找借口？我本以为只是个品行不端、故弄玄虚，没想到如此狂妄。莫非是觉得我蜂王是个神经病不成？这不是我的东西。蜂王，这小子就是个杀猪的，他哪送得起什么贵重物品？我看他就是在存心挑衅你。李博元，那你把你精心准备的礼物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蜂王，这就是我给您精心挑选的玉杯，您看看。你这黎少一出手，果然不同凡响，玉杯看上去就精妙绝伦呐。这肯定得花不少钱吧？博元有心了，我很是喜欢的。叶璇，那不是你送的礼物吗？怎么到他手里去了？我也想问，你确定这是你的杯子吗？冷夜雪，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难不成这么贵重的玉杯还是您带来送给蜂王的？我看他不想我早点死，就算好的了。这杯子由我们冷家用1000个匠人花999天打造而成，怎么就成你送的？你少胡说八道！你有证据吗？你去叫玉杯医生，你看他会答应吗？你要证据是这个玉杯由我冷家打造，上面有我冷家家徽。真有个冷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蜂王，
不要信了他的谗言了。这玉杯由翡翠而制，上面刻有双龙，全称翡翠双龙杯。这些你可知道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一定是他偷看到的。李博远，你好像姓李不姓冷吧？这东西怎么可能是你的？凤凰，请您明察，这玉杯明明是我献给您的，可是这冷艳寻从刚刚开始就这种挑事，他挑哪天不好，非挑在您的寿宴上。您想想，他安个什么心？您可要看清楚喽。你说的对，我看这人就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男人给我拖下山！我看谁敢让他出去。冷爷大驾光临，属下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哎呀，你是该向我请罪，连我儿子都敢赶出去了。您说他是少爷？不长眼的东西！冷爷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要知道他是少爷，给我800个胆，我都不敢的。凤凰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大胆！看见北城第一世家首富冷爷还不做头盔甲？什么？他就是北城闻风丧胆的冷爷？那冷爷最喜欢就是叶璇，没想到你竟然是首富的儿子。李博元，我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不珍惜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来人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，逐出北城！刘少，之前是我瞎了眼，打碎成了我庙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吧。现在才知道求饶啊！豁出去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你本事见长啊，少爷都认不出来了。冷爷，属下知错了，这少爷送我的玉杯，我一定好好珍藏。你不配，你已经被移出4大护卫，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叶璇，咱们走吧。冷爷，不要啊！不奉冷爷冷上。不奉冷总。冷总，明天就是您到冷氏分公司就职总裁的日子。总裁办公室已经按照您的喜好派1000名工人装修好了，还配置了只有您能解锁的指纹锁，其他锁已经作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接送您上下班的是车牌号为588的宾利，我一会儿会通知人事，让他安排好专车司机把车停到公司楼下。干得不错，这个月的工资翻10倍。谢谢冷总。We're cranking up the lights now, so everyone can see. 就放心吧，李秘书，明天总裁的车我一定安排好。宝贝儿，我弟弟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你直接让你弟弟明天去公司入职保安就行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帝爵集团的公司人事主管，办事效率果然极高啊！就你嘴甜啊！对了。明天司机有事，你去4S 店帮我把新任总裁的车开到公司楼下呗。遵命。中路上了，你在干啥呢？你在那儿，赶紧上！还打团！不要了，哥在北城第一世家冷氏旗下的帝爵酒店给你找了一份好差事。哥，你伺候那肥婆主管可以啊，都能把我搞到帝爵集团了。这些钥匙以后就归你保管了。这个是总裁办公室的钥匙，不得怠慢。今天第一天去公司，穿的体面些，一会儿开我的车去，别在公司给我丢人。行了，你那开了10几年的破车能体面到哪儿去？行了，走了。这傍上富婆果然能少奋斗20年，我哥都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豪车了，正好让我开出去装逼。哈！混账东西，你开的是总裁的车！哎，你长没长眼睛啊？这里是机动车道，是你一个破自行车该进的地方吗？
秋，这不是上大学和我同名同姓的杀猪仔吗？看来我们年级第一混的也不怎么样，上班就骑个自行车，你也不嫌丢人。上学的时候，同学认为我家是个摆杀猪摊，但我家实则掌握全球进口猪肉商业链，北城第一世家。我冷家一个不开心，就可以让全球猪肉市场崩盘。这冷艳群还是和上学一样无耻。算了算了，懒得解释。哎，别走啊！男人嘛，我都知道。爱面子，学习成绩好又怎么样？到最后不还得骑自行车上班？不像我，年纪轻轻的就开上了宾利。这不是昨天李秘书给我提的新车吗？呀，怎么看我开个车就羡慕成这样？要是让你知道我在帝爵集团工作，还不得嫉妒死我？帝爵集团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北城第一世家冷氏的帝爵集团。哼，拿着我的车在这摆摆就算了。一个小职员还敢在我这公司老板面前炫耀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正好，今天我要过去报道，能不能载我一程？就你这逼样，也能进帝爵工作？一个小职员罢了。看在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，我就载你一程，让你体验一下坐豪车的感觉。上车吧。你这车挺贵的吧？也就100来万吧，可有的是钱。这车可是全球限量版，全北城仅此一辆，落地1000万，可真是个不识货的东西。哼，冷艳群，我告诉你，幸亏你今天是遇到了我，要不然你还不知道该守着那个破自行车该怎么办呢。这不过是我车库里最便宜的一辆车，竟然成了他炫耀的资本，简直可笑。走吧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董事长的儿子要来咱们分部当总裁。你这消息属实吗？我哥可在帝爵上班，那消息还能有假？我得好好表现表现，没准得到总裁的赏识，晋升到总部去上班。大家好，我是冷艳寻。您就是冷艳寻啊？我们在这恭候您多时了。虽说我是第一天上班，大家也没必要这么热烈的欢迎我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这是哪里话？您是我们大家的新总裁，我们理应在这欢迎您。总裁？我也叫冷艳寻，你们确定他就是总裁吗？什么？你也叫冷艳寻？这怎么有2个冷艳寻啊？到底谁才是总裁啊？肯定是开豪车的这位啊，才是我们真正的冷总啊！这个穿的土里土气的，一看就是个乡巴佬。难道我哥给我找的好差事是让我来这儿当总裁？你可真是我的好亲哥呀！我本来想低调一点的，但是被你们给发现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你们的新任总裁。哼，对了，给各位介绍一下。这位就是和我同名同姓的老同学冷艳寻，家里嘛有点困难，是个杀猪的。刚刚各位也发现了，在我面前爱吹牛，还有那么一点自尊心。不过大家以后可得多多关照他。冷总不愧是做大生意的人啊，事业有成还帮助老同学，你还不快谢谢冷总？就是，我要是有冷总这样的老同学，我做梦都能笑出声来。哎，你们这话当着他的面说，让人家多没面子。人家虽然和我同名同姓，但这名字的含金量可不一样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那哪能比？对了，以后啊，你们可得多关照关照。我看你呀，是阿谀奉承的话听多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总裁了。冷艳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的给同事们介绍你，你却质疑我。我看的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冷艳寻，你别忘，今天早上要不是我开着豪车带你来，你还不知道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在路边怎么办。冷总不说，我还没注意到，这辆可是北城独一辆限量款的豪车呀！区区一辆车，我有的是钱。你们要是喜欢，改天啊，我带你们出去转一转。1分钟，把新车给我锁了。真幸运，有冷总这样体恤我们的老板。你想带同事去兜风，也得能把车开走才行啊。冷艳寻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3番5次的挑衅我，我自己的车我当然能开了。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
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。我劝你啊，不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冷云飞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我只不过远程把车锁了。我这个人有洁癖，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一定是你在背后搞破坏，把我的车给弄坏了。看他就是见不得你好，不如你现在就把他给开了。那你也不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实力？别忘了，我才是帝爵集团的总裁，收拾他，我有的是机会。以后就让他好好见识一下和我作对的下场。这不是总裁办公室的钥匙？听说前几天找了1000个员工，连夜打造了一个新的。单一个总裁办公室搞这么大的进展，我和这给我安排的可以啊。区一个总裁办公室，你们要是想看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参观参观。冷艳寻，一起吧，让你看看和我差。冒用我的身份还在我面前装，我倒要看看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我们冷总大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好啊，也让我见见世面，看看连夜打造的总裁办公室什么样子。到时候你可不要羡慕死。走。那不是女魔头吗？不知道她今天心情好不好，会不会无缘无故骂人啊？徐姐，我是小冷，听我哥说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在帝爵当差，真是谢谢您了。是你啊，这都是小事儿。虽然你任职的是一个小小的保安，那你也要在公司好好干。保安？我不是总裁吗？说什么胡话呢？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好好干。不愧是您啊，冷总，连不近人情的帝爵女魔头在您面前都有恭敬微笑。要不然怎么外界都传我们冷总行事果断，受人敬仰？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冷总，快带我们看看您的办公室吧。要不咱们改天再看吧，今天不太方便。别呀，我还想看看你办公室多豪华呢，大家都等着看的吧。就是啊，冷总，这说出来的话不能临时反悔的。算了，还好我哥把办公室的钥匙给我，带他们进去看一下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儿。那行吧，今天啊，我就带你们看看总裁办公室长什么样。谁把我密码锁给坏了？可能是昨天1000个工人装修的时候把你们锁给换了，没有跟您说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那赶紧去找人过来，把我的指纹给录上呀。有没有可能这锁录的是我的指纹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能打开总裁办公室的指纹锁？冷艳寻，一定是你偷偷把门锁换成了指纹锁，然后输入了你自己的指纹进去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连门都打不开？这个密码锁是花100万重金打造，只能录一个人的指纹，并且永远不能修改。这个办公室不是你的吗？怎么录的指纹不是你的？他说的有道理啊，总裁怎么可能打开自己的办公室呢？再说了，能进出总裁办公室的只有总裁秘书和巡逻的保安啊。我知道了，冷艳寻，你一定是来面试帝爵公司保安一职的，然后利用保安的身份偷偷潜入这里，把我的门锁换了，就是故意看我出丑。帝爵有你这样的员工，我都替咱们公司感到耻辱。一群没脑子的东西！要是一个保安都能随便改总裁办公室的指纹锁，那帝爵就倒闭了。说不好是和某人有一些说不清的关系，就等着和我出丑。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？冷总，别和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走。哇，这办公室也太豪华了吧！我今天才知道，小说里写的总裁办公室装修的特别豪华，原来是真的呀！这没什么。这画我在世界名作官网上看到过，没想到今天能亲眼看到真迹啊！也就30多万吧，没多少钱。这是王先生的绝作，价值9000多万。冷艳寻，我自己买的东西，我能不知道有多少钱吗？冷总，我好像看到过这篇报道，这幅画确实在拍卖会上被竞价到了9000万。9000多万。我当然知道有多少钱了，
我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，我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记不清很正常嘛，就一幅画而已，我家里有的是钱。既然是你买的，你怎么不知道它其实不是一幅画，而是一个书法图呢？什么意思？梅连群，你干什么？这幅画9000多万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这幅画名叫《真假世界》，只有揭开表面的伪装，才能表达作者真正想向观众表达的书法。没想到啊，这幅画竟然内有乾坤。我可听说冷总从小阅画无数，怎么连世界第1名画都不知道其中暗藏的玄机啊？什么阅画无数？片子我倒是看过很多。这是我买的东西，我能不知道？记不清很正常嘛，就一幅画而已，我家里有的是钱。就是，总裁不需要你在这儿指手画脚。别以为你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关于这幅画的消息，就在这儿装模作样，你也配？冷总，这酒一看就不便宜啊，不知道我们有幸能不能品尝一下？这里酒这么多，少一瓶应该也发现不了吧？管他呢，喝就喝吧。那我就给大家尝尝。这82年的拉菲，你确定要喝吗？这82年的拉菲，你确定要喝吗？82年，放到现在不会过期了吧？这都啊，冷总，这红酒不是越放越值钱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。倒酒不能倒得太满，红酒要与空气充分的产生接触，你这样倒得太满，会无法观察挂杯的现象。不就一瓶酒吗？我只是想让大家多喝一点，怎么了？你还在这挑3拣4的，这么贵的酒，你喝过？递酒的时候呢，手要握住杯柄，不然手指的温度会影响酒的品质。冷总，你从小就应该接触了商会的应酬，怎么连这种基本的礼仪都不知道？我一时高兴给忘了，不行吗？总裁不拘小节，你懂什么？你可真是不知好歹。冷艳寻，今天这个酒你还是别喝了。哎，这酒可是800多万英国皇室送过来的。800万，这酒可不能浪费啊！酒地上没1分钟还能喝呀！冷总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冷总，这本来就是您的酒，洒了就洒了。我这个人有洁癖，不习惯我的办公室有污渍而已。你吓死我了！我们以为你要捡地上的酒喝呢。当然不会了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个酒啊，确实好像是变质了。大家还是不要喝了。改天我带大家去大排档喝。你可悠着点儿，这地板啊是价值1000多万的紫檀木，撒在上面可就告废了。就这破地板要9000多万，那个大家也参观完了，要不然咱们就出去吧。梁总，我还没参观完呢，这空调开得这么大，你怎么一头汗啊？那个，我先适配一下。哎，冷总，这边才是洗手间，那边是书房。都说的总裁办公室是为新任总裁量身定制，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就算了，怎么连布局都搞不清楚？冷艳寻，这是我自己的办公室，我能不知道在哪儿吗？这是我们总裁的办公室，轮得到你评头论足吗？冷总，您喝点茶消消气儿。你手上拿着的是乾隆时期的古董玉杯，你可真会挑，挑了个最贵的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把价值9000多万的玉杯吃碎了。混账东西！把你的手砍了信不信？这东西价值9000多万，一辈子你也赔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觉得他对这里很熟悉，感觉他才是这里的主人。他就是一个破保安，肯定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进来看了。你个蠢货，你开的是总裁的车。他为什么说你开总裁的车？难道你就不是帝爵的总裁？总裁？什么总裁？怎么连你老板都不认可了吗？哎呀，我刚刚说错了，我的意思啊，你今天开的车太便宜了，不匹配你的身价。那你又是谁啊？这位就是咱们公司的保安队大队长。你们招员工的时候没进行员工培训吗？怎么一个小小的保安敢这么和他的顶头上司说话？我们找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，一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再说我们保安部也没招人啊。什么？那为什么他可以打开总裁办公室的指纹锁？昨天我巡逻的时候听到总裁办公室悉悉索索的声音，那个人是你吧？冷艳寻？难道你是小偷？说什么呢？我可不屑做这种事。再说了，这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我干嘛要偷？这里的东西都是你的，你怎么不说整个帝爵集团都是你的呢？还在狡辩？你是不是偷拿了总裁什么东西？还不赶紧拿出来！
就是啊，小心我们叫人把你送进去。冷艳寻，没想到啊，你现在都沦落为小偷了。当小偷的人是你吧？顶着我的身份在这耀武扬威，这总裁当的还舒服吗？看来我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害怕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们帝爵的总裁？李秘书，看他总裁，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谁是总裁分不清吗？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扣除半个月薪资，写1万字检讨交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工作都做完了。是，我是你老板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不想在帝爵公司干了是吧？不想死就赶紧走。等等，冷总，我弟弟顶撞了你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他一死吧。我可经不起你这声冷总。你弟弟不懂事，你应该懂事。他打坏了我9000多万的茶杯，是全还还是分期啊？冷总，我这工资也还不起啊！您大大爷的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可我说不行啊，你的工资确实还不上。我非洲有个项目，你去吧，打工打到死，应该能还上。非洲，这不好吧？为什么不行？你刚才过来拽我的时候，力气不是大得很吗？把你卖去非洲，正好给公司卖个好价钱。邓总，我错了，你这样做是把我死路两逼啊！你还算聪明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还不快滚！饶你一命已经是冷总心善了。等等，我是总裁这件事儿，你给我烂在肚子，要是让别人知道，丢你去喂鳄鱼。是冷总，我这就滚，我知道了。冷总，为何不让我表明您总裁的身份？我才来这分公司第1天，就给我这么大个下马威，我倒不如将计就计，看看这分公司到底是有多深。不愧是冷总，好计谋。哦，对了，你把刚刚那个人给我安排在一个部门，有了他，我的生活能多点乐趣。我可太期待他知道我才是总裁的时候那个表情了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你到底是不是总裁啊？总裁，看他就是一个骗子。哥，他们和你说什么了？我最近要出趟远门，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你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，少给我惹是生非。里边男人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。他不过就是个杀猪的，有什么惹不起的？你明明是实习生，还跟我们说你是总裁。我家里面人希望我从底层做起，才让我来当实习生的。我骗你们干什么？那为什么冷烟寻可以坐在总裁办公室里，而你却跟着我们一起被带了出来？估计啊，是那个秘书不认识我，而且你刚刚没看到吗？那个秘书那么维护冷艳寻，他俩背后肯定有一腿。我估摸着冷艳寻这次能进公司，也是这个秘书在背后操纵。真恶心，这2个人眉来眼去的，也不嫌羞耻。就是啊，哎，不过冷总，你们富二代也挺不容易的，都已经这么有钱了，还要从底层做起啊。哎，我这个人嘛，从小比较踏实能干，最讨厌的就是那种靠关系上位的人。冷总，您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不会让那个男人好过的。对了，我这个人啊，平时比较低调，以后在公司记得隐藏我总裁的身份。艳寻，我们走着瞧。夏果，你就是那新来的吧？上班第1天就迟到，你还想这样干？这个月的工资减半。这离上班时间还有10分钟呢，怎么就迟到了？我们部门每天早上都要开早会，每个人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公司，这是公司规定。帝爵的员工手册上可没有早会这个规定。我的话就是公司规定，你只不过是个新来的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那他呢？他也迟到了，是不是也得罚款啊？你什么身份，我什么地位？咱们2个有可比性吗？别人迟不迟到关你什么事儿？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主管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这么明目张胆的搞区别对待，你信不信我举报到总部，你工作就没有了？你夏伯威，都散吧。徐姐，刚刚谢谢你。上班第1天就是叉子，你可真没那么懂事。不过你兄弟俩这身材倒是挺不错的。你哥既然已经走了，你不如就跟着我，你不也可以快点转正吗？这死肥婆是想踹了我哥和我好呀！
不过有个免费的陪睡还能上位，这买卖稳赚不亏呀。那学姐，以后我就替我哥好好照顾你，你可得好好珍惜我呀。放心吧，你把我伺候好了，以后好处少不了你的。那学姐，你可得帮我好好教训教训冷艳寻那个臭小子，他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针对我。区区一个小杂碎，看我以后怎么整你。下班前把这些数据全部整理好。这是1个月的工作量吧？你让我下班前整理完啊？我是你主管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少废话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楚彦寻的工作吧？凭什么让我做？你们两个是同事，就应该互帮互助，别这么小心眼啊！我们两个负责的项目不一样，凭什么让我做？我这是在锻炼你，让你全面发展。别废话，赶紧做，下班之前做完。这点东西想难倒我？哎，数据整理好吗？就这么着急下班？桌上呢，自己看。这么快就做好？我得检查一下有没有出错。你这数据计算的漏洞百出，还那么着急下班？赶紧重新整理一下。我算了2遍，不可能出错。但是你有透视眼的，一看就知道出错。你少在这给我耍嘴皮子！我说你错，你就是错。今天你要是能找出1个错误，我立马。怎么回事？李秘书，你总算来了。这个实习生我是管不了。看看，我让他整理个数据，他都整理不好。我让他加班还得多顶嘴。这些数据我都看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他为什么要加班？这可是1个月的量，他一下午就完成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出错？那你是在质疑我的业务水平？您是总裁的得力助手，我怎么敢呀？那你还在这废话什么？有这闲工夫在这为难新人，不如提高你的工作水平，让你做的策划案做到现在都还没交上。冷艳学那么厉害，这方案不是交给他做了？把你的工作交给一个新人来做，你怎么不把你主管的位置也让给他？好啊，这个方案就我来做。李秘书，你听见了？这可是他说的。冷艳璇，这个策划案可关系到明年公司内部的资金分配，可不像整理数据那么简单。我冷艳寻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，主管还是好好关心自己。这10几年之后，这事不用你，我倒要看你能做出什么样的策划案来。哼！总裁，这种小事怎么能让您亲自出手？无妨，我最近查了一下分公司的数据，发现有些金额对不上，我正好彻查一下是不是有人挪用资金。那这策划案让我来做吧。没关系，他不是质疑我的业务能力吗？我正好给他看一看，也让公司的人信服。你这人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？不知道进来前要先敲门吗？看来我坏你们好事了，要不我等会儿再来。行了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找什么事儿？我来拿财务信息数据。财务信息数据要经过总部的同意才能查看，审核至少要1个星期。你明天就要交策划案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你呀，就等着明天挨骂，然后被公司乖乖开除吧。哼，帝爵集团可不要像你这样没有用的闲人。连你都在帝爵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没有用吗？你还是有优点啊，能听懂人话。没有财务信息，看你明天怎么交方案。喂，爸，我要公司的财务数据信息。这种事还需要找我？我让人把我的令牌给你，有了这个令牌，公司所有系统后台你随便看。谢谢爸。怎么，又在向你的老相好寻求帮助呀？我还以为你能多坚持几分钟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啊！我说什么？我和徐姐才不是那样的关系。着什么急呀？我说的是啊，你们谈事情谈得快，想哪家？你还是说有人心虚了，着急着对号入座呀？冷艳寻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，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李秘书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。确实有，不过我不像你靠身体上位。我提醒你，她这个岁数的女人如狼似虎，你显身肾虚。看看，连个水杯都握不住，快去洗洗吧，别让主管嫌你邋遢。不要脸！冷彦勋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的工位就在你对面，随时过。冷彦勋，我看你没了策划案，你明天讲什么？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今天是公司展示财务策划案的日子，徐主管，你要是准备好了，就开始吧。这策划案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冷彦勋做的。胡闹！这可关系到咱们公司下半年的资产评估，怎么可以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生来做呢？我也不想呀，可是李秘书非让我把这策划案交给他做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不妨先看看我的策划案，再做决定吧。我策划案呢？你不会没做，在这装策划案丢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实习生他不靠谱啊！这个李秘书也是，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还好我昨天留了个心眼，把策划案的备份放给你们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的策划案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。真不错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啊，连我都没有考虑到。我还看了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发现了很大的漏洞，会给我们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这是我的风险评估报告。你小子可以呀，这些的确是公司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。徐主管，我看你的能力还没有这个实习生强，怎么连收入和利润都搞混了？您教训的是。我看以后你还要多向这个实习生学习学习。从今后，这个财务策划案的后续方案就交给冷彦勋来做吧。可是什么？你没有能力就不要逞强。冷彦勋，你是哪来的财务信息数据？我好像并没有把咱们公司的财务信息数据给你吧？你不会是偷偷潜入公司后台查看的吧？这个财务信息数据不是你给他的，这可是要按泄露公司机密来处理呀。冷彦勋，你赶紧去人事结工资，然后走人。我没有入侵公司的后台，这些数据都是我通过正常渠道得到。你做这个策划案就要3天，走流程至少1个星期，你是哪门子的公司规定？虽然你的方案做得很好，但是也不能用非法手段了。董事长亲自给我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可是董事长的令牌呀，见令牌如见他本人。你从哪偷的？你这个无知的女人，董事长每天都有4个保镖跟着，别说人了，连苍蝇都无法近身，他去哪儿偷啊？我看你工作能力不错，我会及时向上级反映，马上让你转正，继续努力。董事，你慢走。你再怎么看，也改变不了你工作能力低下的事实。冷彦勋，别以为董事夸你几句就沾沾自喜，有我在，你就永远比想好过一天。哎呀，冷彦勋，大家都没走，就你一个人搞特殊啊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工作做完了，为什么不能走？谁说你工作做完了？把这箱垃圾拿出去倒。神经病了！老子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是吗？你方案做的一塌糊涂，连垃圾都不会倒了，你还真是废物中的废物。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敢这么说话？这也是你惹得起的人，还不赶紧给他道歉？这个是夸了几句，还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吧？我奉劝你啊，还是乖乖的把垃圾倒了。
我可不想让你在大家面前颜面尽失。行，垃圾我倒。冷夜群，你疯了是吧？不是你让我倒垃圾的吗？你往老子头上倒是几个意思？垃圾不应该倒在垃圾桶里吗？你这个垃圾桶应该是超大号，这么重。你冷艳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辱骂同事、学习姿势，我看你是不想干。我一没有对公司造成损失，二没有泄露公司的信息，还把卫生做了，让我走，不合适的。就算开不了你，我让你当一辈子实习生都转不了正。你好像没有这个权利决定实习生的去留吧？等你升职了再跟我说这种话。艳雪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哼，你嚣张什么？冷艳寻，下个礼拜就是公司的招标会了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？下个礼拜谁的方案被录用了，谁就留在公司。相反，另一个人给我滚蛋！那你滚的时候记得叫我，我还得叫人念。这话说的也太早了吧？到时候谁滚还不一定呢。我的实力摆在这儿，冷艳寻，你大可以试试。冷艳寻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。徐姐，我听说转正金额只有1个，那董事们对冷艳寻的家伙那么满意，我怎么办？着什么急呀？你不是和冷艳寻打赌了吗？到时候让他自己管就行。可是我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水平。到时候我把冷艳寻交给我的方案交给你不就行了？你就说是你自己写的。我怎么没想到？徐姐，还是你聪明，这样还能让他走之前跟一个抄袭的混，以后我看哪个公司敢要。那是自然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。你准备怎么感谢我？是肉偿啦。想陷害我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还在这儿准备什么呀？不如趁早投降，你输定了。不到最后一刻，谁输谁赢不一定。希望你等会儿输了比赛的时候，也可以这么从容。我冷艳寻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果然和那死肥婆给的方案一模一样。冷艳寻，今天就是你在地爵集团的最后一天。也许呢，这次招标对咱们公司意义非常重大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拿下这次投标。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上去展示你的设计方案吧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冷艳寻，这个是我的招标方案，请大家看。这方案确实不错，听说他只是个实习生，能够这样的策划案，属实厉害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是上一位的策划案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是上一位的策划案。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点疑惑，为什么我的方案会和他的一样？这是因为冷艳寻他抄袭我。这怎么回事？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说我抄袭你，你有证据吗？冷艳寻，你到现在了还在嘴硬。你说这个方案是你的，那你把原稿拿出来呀。艳寻，他质疑你，你就拿出来给他看看。原稿我交给徐主管，他没有还给我。你当然没有原稿了，因为原稿在我这儿。这就是我的原稿。冷艳寻之前趁我不注意拷贝了我的方案。冷艳寻，你别以为你在我之前讲这个方案就是你的，凡事都要讲个证据。冷艳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先生，我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手里拿着的确实是原。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下作的事情啊？没想到啊，我还留了一些。冷艳寻，今日我就让你颜面扫地，然后乖乖的滚出地爵。别着急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刚才的确说过，这个是原稿，不过手稿是我的。
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冷艳群，你说方案是你的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这儿？难不成是他自己长腿了？大家别着急，我这有一段录音，大家先听听看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听听看不就知道了。我怎么没想到，徐姐，还是你聪明，这样还能让他走之前背一个抄袭的锅。以后我看哪个公司敢要了。你抢了也没用，我辈分多的是。好你个冷艳群，竟然敢找人剪辑与合成我与徐主管的声音，他这是在诬陷我。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他说的有道理，偷录音频不能成为证据。冷艳群，你完了，这个录音可成为不了一个证据。冷艳群，以前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好苗子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刚刚这个呢，只是开胃前菜，重头戏在后边。你不是说过这个原稿一直在你身边，从没有离开过？当然，我上厕所也带着。也就是说，从来都没有任何人接触过这个原稿。没错。那这个原稿上面为什么会有我亲笔签名呢？什么？没错，这上面确实有冷艳群的全名。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我的专属标记。策划案也一样，恐怕是你偷走的时候太慌张，这么大的标志都没注意到。没用，证据确凿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在我眼皮底下耍这样的花招，我现在宣布取消你的竞标资格。这是他在诬陷我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给帝爵带来多少损失？都不知道该如何给总部交代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这个方案已经不能用了，到时候就让冷艳群陪着我一块儿挨骂。可是我还有另外这一份。有严重的资金纰漏，只不过是我的废稿。大家请看，这个才是我准备的策划案。这方案简直完美，帝爵公司不愧为北城第一商业策划公司，真是人才济济啊！叶行啊，你在我们公司做实习生，真是屈才了。基本操作吧。我宣布，帝爵公司竞标成功，冷艳群将成为10号公司项目负责人。冷艳群，我们走着瞧。设计陷害我又怎么样？我说过，兄弟。叶群啊，我一会儿还有事，就不能陪你去7号公司签约了。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你们的主管和你一起去，你一会儿安排好饭店，就把地址发给他。好，你慢走。给我在帝豪订一个包厢，我要谈事情。你晚一点过来接我。徐姐，我竞标失败了。咱们都被冷艳群给耍了，你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事都能被你搞砸。徐姐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可是跟他打过赌的呀，输了我就要滚出公司了。急什么？有我在，谁敢赶你走？冷艳群就算得到了合作资格，也不一定成功签约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你收拾收拾，我带你一起去签约现场。这次你可得好好表现，别给我丢人。好。这就是帝爵集团总部旗下最奢华的帝豪酒店，这装修也太高级了吧！瞧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帝豪至少要消费500万才能预订包厢。冷艳群这回是下血本，竟然能在帝豪酒店签约！500万，他一个实习生哪来这么多钱呀？他没有，但李秘书有啊，他不是能装吗？这次让他装个够。行了，咱们赶紧进去吧，7号集团的总经理还在包厢等着咱们呢。王经理，您就是7号集团的总经理吧？久仰大名。进门不敲门，问好不做自我介绍，有没有教养？对不起了，我是帝爵集团的总管，刚刚实在不好意思吧。我要跟你们项目负责人谈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冷，他可比那个项目负责人厉害多了。你好，是小冷。这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冷，他可比那个项目负责人厉害多了。你好，小冷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也配跟我搭话？叫你们负责人过来。这冷艳群也真是的，这么重要的场合他都敢迟到。就是啊，平时在公司无法无天也就算，
这种时候竟然还敢迟到！不好意思，王经理，我整理资料耽误了。你知道王经理在这等你多久？冷艳群，耽误了公司的合作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还不赶快给人家王经理道歉！王总，您来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公司收拾东西，准备走了吗？哼，你少得意了。有我在，谁敢让他离开公司？哼，你们两个现在不搞地下办公室恋情了？你少血口喷人。事实而已。周英勋，你少胡说八道！行了，没时间听你们两个鬼扯。王经理，我们来谈谈合作吧。林子，靠着李秘书就在这耀武扬威，看我怎么着！那你们先谈，我去点菜。你说话给我小心点。经理，哎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给我倒酒的，你也配？哎，冷先生，你慢喝。冷艳群，你没看到王经理在给你倒酒吗？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不会说谢谢吗？你有没有眼力见啊？没看我这跟冷先生谈话了吗？我不是看他不理你，想给他一个教育吗？能给冷先生倒酒是我的荣幸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他？行了，王经理，这是这次的合作意向书，看看。这是这次的合作意向书，你看看。不用了，您办事我还不放心吗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你还是看一下。你考虑的真周到。你去给这个包厢开一份顶级的黑金套餐，再开几瓶1945年罗曼尼康帝特级的冰。好的，小姐。对了，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到时候把账单拿给他的时候，把上面的价格翻3倍。小姐，这不好吧？我只是一个服务员，只要是被上头知道，我可是被开除的。你怕什么呀？里面的男人有的是钱，出门结账从不看价格，到时候多出来的我跟你平分。你要是不干的话，我找别人。哎，我干，但是你可要记得到时候把钱跟我平分。那是自然。冷艳寻，到时候付不起钱，看你怎么装。你怎么回事？就呆呆的看着他们两个聊天？这老不死的一直拉着那冷艳寻，我能怎么办？你就不能嘴甜一点，上去奉承几句？真没见过你这么笨。王经理，咱们是合作伙伴，我敬你。我说你们俩是来干嘛的？这个项目跟你们没关系，不是吗？王经理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冷艳寻是我带的实习生，这项目也是我知道的，这怎么就和我没关系？冷先生还需要你指导，你别逗我笑了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冷先生5岁就是全国电子信息大赛的冠军，10岁就是华尔街最年轻的操盘手，12岁就展现了优质的商业天赋。这怎么可能？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啊！你再读100年书，也比不上冷先生一根手指头。那照您这么说，他冷艳寻要是这么厉害，怎么还会在帝爵集团当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呢？我看你们是有眼无珠吧？冷先生是实习生，冷先生分明是冷先生，您渴了，喝水。冷艳寻，你可真是好命，傍上了总裁秘书，这还有启浩集团的总经理对你点头哈腰。冷艳寻，你可得悠着点，别年纪轻轻的为了上位，把肾都给搞废了。不要把你们做过的肮脏事加到我头上。谁靠女人上位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冷艳寻，你说谁呢？我随便说说罢了，怎么还有人急了？一群歪风邪气的，帝爵集团怎么会招你们这种员工呢？王经理，您误会了，这些都是冷艳寻为了败坏我们的名声才这么说的呀。我看你才是被女人掏空身体的那个吧？我才没有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既然我们谈成了，就散了吧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先生一共消费2800万。一个黑金套餐要2800万，账单给我看看。你们弄错了吧？价格不对。我们帝豪饭店的黑金套餐一直都是这个价，你不知道就别乱说。
就是啊，帝豪饭店可不是你们家楼下的苍蝇小馆儿。也不知道你个实习生怎么敢请王经理来帝豪吃饭。把你们经理叫来，我是不会按照这个账单付钱的。我们经理可是很忙的，没空搭理你。我看你是根本付不起，想吃霸王餐吧？冷彦勋，王经理可是我们贵客，你不要在这丢我们公司的脸。王经理让您看笑话了，和他这种人合作简直就是耻辱。和他这种人合作简直就是耻辱。我劝你赶紧给钱，要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我不会付这个账单，价格至少贵了3倍。不付钱就想走？干什么呢？李秘书，您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想赖账，被我抓住了。自己看看吧。谁让你乱改价格的？帝豪的员工手段你全都忘了是不是？李秘书，我错了，我这次算错了。算错了？我看上面的价格正好高了3倍，你还挺会算啊。李秘书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自己去人事领工资，我们帝豪不需要你这样的人，赶紧滚！都是这个女人，都是她让我把黑金套餐的价格提高3倍来讹客人。她说把多出来的钱让我跟她平分。徐主管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李秘书，你别跟他胡说，我怎么可能？我们帝豪饭店的先后可是有全彩高清，而且还有录音。什么？你先下去。徐主管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自己承认，还是让我把证据摆在你面前？您听我解释，都是冷彦勋，他让我这么做的，他付不起这桌的账，让我用这种方式把账给赖掉。王经理，你也觉得很可笑是不是？不要和他这种人合作，只会搞黄项目。您不如和我们公司另一个实习生合作，这样也能有保障。我笑是因为你编的理由太搞笑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只会跟冷先生合作，其他人想都不要想。我看你还在狡辩，勾结外人陷害同事，这个主管的位置你还是不要吧。李秘书，你不要讲我的事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们帝爵不需要你这样的员工，你再这样纠缠下去，小心连工作都不保，还不赶紧带着你的小跟班赶紧滚！走。孙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王经理，我们合作的合同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。能跟冷先生合作是我们启浩公司的荣幸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慢走。你去查一下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我最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漏洞，有人挪动公款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还有事吗？董事长知道了您在分公司假扮实习生遭受欺辱的事，看不下去，说下个礼拜要来视察。瞎操心，在北城没有人敢惹我的爹去。下个礼拜就是董事长的生日了，不如在公司为他准备生日宴，您看如何？下个礼拜就是董事长的生日了，不如在公司为他准备生日宴，您看如何？就按你说的做。还有，把我上次拍卖会上买下来的黄穗双龙玉杯送你，当做礼物。是。徐烨，都怪你没用的东西！这下好了，我被降职了。徐姐，你这么厉害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你给我等着冷去。徐姐，怎么了？总裁，我没事，就是高跟鞋穿太久，脚有点疼。以后换平底鞋吧，我的秘书可以有特权。你脚都磨破了，抱你。总裁，这恐怕不妥吧？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徐姐，徐姐，你这是？帝爵集团员工守则第1条就是不得徇私情动关系。到时候我把这照片交给上司，冷彦勋和李秘书就等着从公司滚蛋。冷彦勋，我们走着瞧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董事长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呀，而且好像还可能来我们分部举行寿宴。活都干完了是不是？都不是主管了，生气什么呀？走。董事长竟然要来我们分公司，那我可得好好表现一下。就你也配给董事长送礼，痴心妄想！
冷总，您给董事长准备的礼物我已经放您工位上了。你确定？我桌上可什么都没有。冷总，您给董事长准备的礼物我已经放您工位上了。你确定？我桌上可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我找到了。我说你怎么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赏识呢？原来是靠着送礼物攀关系，你可真够贱！你知不知道私自丢弃别人的物品是犯法的？我只是替公司清理垃圾。再说了，董事长最讨厌送礼。你知道你丢的是价值800万的黄穗双绒花瓶吗？你别搞笑了，你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吗？你不会是随便在地摊上买的问问董事长吧？这上面有拍卖行的凭证，不信你可以去查看。哦，对了，你这种身份低贱的人，连查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是不是眼瞎呀？没看有人站这儿吗？还敢往这儿拖？是你踩到拖把上才溅到你身上水的。你一个清洁工还敢和我顶嘴？这个月工资你别想要！哇，闭着点儿。哼，我说呢，原来他是你爸呀！果然穷人家的孩子教育没教育。你们父子俩真是一样。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。你还敢替你爸出头？行啊，那整个公司就留给你们父子俩打扫，要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爸，都被扔了，你还捡它干啥呀？哎呀，你给我的礼物，我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你打扮成清洁工干嘛？允许儿子打扮成实习生，不允许老爹打扮成清洁工过来探查公司啊。那您都查到什么了？这个分公司啊，上下关系混乱。这个公司的大股东是这个主管他舅舅，我查出来，他联合他舅舅挪用公司资金，然后洗钱转移到自己的名下。真是胆大包天！不过不要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处理掉他们了。对了，儿子，你这身份当的时间可不短了呀，该卸掉了啊！还不到时候。今天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去准备今天晚上宴会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我让李秘书待会儿转交你个东西，别忘了收好。好，爸，你慢点儿。哎，好。我爸让你给我什么东西？是冷家的传家宝，您可得好好保管。好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在发烧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冷艳学啊，冷艳学，你死定了！学姐，这是什么？你拿这个，今晚能派上用场。今天晚上。好。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，来恭祝我们董事长的生日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董事长上台发言。他不是个清洁工吗？怎么可能会是董事长？首先呢，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生日会。我今天向各位介绍一个人，这台下拥有我冷氏传家宝的，便是我北城第一首富之子，有请。我董事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冷艳寻，你不会是在找这个东西吧？把东西给我拿过来。董事长，我今天亲眼看到冷艳寻把这枚玉佩偷走，想占为己有，而且他平时和李秘书的关系不清不楚的，这简直是给公司蒙羞。冷艳寻今天就等着被开除吧，在外面也不知道收敛一点，真是不要脸。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谈何偷啊？我和李秘书正常上下级的关系，倒是你和徐主管关系不一般吧？你刚刚没听到吗？董事长说了，谁有这个东西，谁就是他的儿子。冷艳寻，你别恬不知耻了，不信的话，你喊他一声，你看看董事长搭不搭理？他不是我儿子，难道是你吗？董事长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是他儿子？那咱们总裁不也是他？董事长，
他就是个卖猪肉的，他怎么可能是您儿子呢？我自己的儿子，难道我会认错？我冷家就是靠进口猪肉发的家。照你刚才这么说，也瞧不起我了。你个骗子！你为什么骗我们？你是总裁？我本来就是地爵集团的总裁，当着董事长的面还敢撒谎！董事长的儿子才是我们总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来人呐！顶替总裁身份，霸凌同事，偷取我冷氏传家宝！来人呐！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，永世不得踏入北城半步！是他，董事长，是他让我这么干的，是他，大嫂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动手！给你脱得了干系吗？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他和徐主管狼狈为奸的证据。真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，可不是嘛！他在冷艳璇的身下照的可欢了，还敢说你们俩没有关系？这就受不了了。那你看到这个会怎样？这是你和你舅舅这些年来挪用公司资产、洗钱的证据，下半辈子牢里过吧。来人，把他拖走！董事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董事长，我叫冷艳寻，是地爵分公司新任的总裁。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是，冷总。艳寻呐，爸非常放心，把分公司交给你。以后啊，你要带着我们冷家继续发展下去。